刘，你是我们学院，不，你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物理学天才。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我要回去报效我的祖国。那里讲究资历、人情往来，不适合你。正好，我骨头硬。我能有现在的成就，离不开国家的培养。这次回国，我不在乎金钱，只在乎我的科研成果能在祖国发光发热。大家好，欢迎各位呢来到万众瞩目的万众卫视直来直往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张小刚。那这里是国内首档大型求职服务类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为求职者提供追逐理想工作、展示自我的舞台。那同时呢，这里也是企业选拔优秀人才的绝佳平台。好了，那么首先我们要有请4位嘉宾，他们是王氏经贸集团总经理王璇，来，掌声欢迎；龙腾新能源开发集团总经理陈林，掌声欢迎；全能教育集团总经理蒋少明，掌声；还有完美科技有限公司总监杨怡，我们掌声欢迎，欢迎4位。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今天的第1位求职者，他就是从海外归来，怀揣着自己的梦想与热情的刘良先生。来，我们掌声欢迎。小刚老师好。你好。各位老板好，我叫刘良，在法国留学多年，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竟然是法国高材生啊！这年头舍得回来的留学生可不多呀。原来是法国留学的高材生。那么刘先生敢问一下，你的求职方向还有你期望的工资一个月是多少钱呢？我想找一份新能源工程师的工作，薪资大概5000一个月。什么？5000？什么？才5000？一个海归大学生怎么才要5000块？我头一次见到留学生他的期望薪资是5000块。那请问一下，你的学历是真的吗？你的学历是真的吗？我的学历确实是真的。刘先生，我很好奇，您觉得以当今这个社会，5000真的能招到研发人员吗？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之后，很多孩子会说读书无用，因为一个法国留学生呢要5000块钱。5000块钱确实不高，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赚钱，难不成还是为了做慈善呀？刘先生，其实我有必要呢去提醒你一点如果以后你要是有家庭了，你至少呢也得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对吧？主持人说的是。不过现在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梦想？那这样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们觉得是家庭重要还是梦想重要？来，工作人员请递上一个话筒。看个人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也一样。其实我觉得为了个人梦想放弃成家立业，我个人是可以理解的。看来你还没有成家。我觉得就算是为了梦想，一个留学生不可能只值5000块。说得好。好了，刘先生能方便透露一下你在法国哪所学校就读吗？我是在法国墨菲斯理工学院。这可是法国的一流学府刘先生，我听说这个学校的入学门槛可是不低呀，有钱也不一定能进去呀。各位老板，我的学校门槛确实不低，但我也确实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的。刘先生，我们不是怀疑你的学历有问题，
我只是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只要求5000块钱月薪的名校高材生啊！我的学历确实没有问题。主持人，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既然咱们的这位刘先生这么肯定自己的学历，那你能把你的毕业证拿给我们看看吗？可以。好了，那我们就稍等一下啊，等刘先生呢拿出他的毕业证。哎，大家看一下，好不好？他还真有毕业证啊！哎，不对，他这个毕业证颜色不太一样。啊，这个他的毕业证怎么了？我从来没有见过法国哪个大学他们毕业证是金色的。我的毕业证一直都是这个颜色。看来大家啊对刘先生你的这个毕业证啊，还有这个学历啊是存在争议的。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有请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核查一下啊这个毕业证的真假。刘先生，不介意吧？可以。哎，来，好了啊，拿去核查一下。好的。好了，那个核查这个学历啊，它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的节目呢就照常进行。哎，刘先生，刚才你也说了啊，你在法国待的还挺久的，那想必法语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哎，那好啊。那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杨总呢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而且法语的水平那是相当的高。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有请两位呢在现场给大家来一段法语的对话，好吧？来，杨总，麻烦你测试一下这位先生的法语。好。Possible pararisti que le bonhoso don history and difference sophisticated la France different house。difference la France。等等，我刚才没有太听懂，可以麻烦您再说一遍吗？哎，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啊！虽然呢，我这个人呢也不太懂法语，但是刚才杨总人家说了2次了，所以现在呢，我很怀疑啊，你在国外有没有认真的念过书，或者说你的学历是不是伪造的？那里讲究资历、人情往来，不适合你。刘先生，你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哎，刘先生，刘先生，您没事吧？啊，你不会是在演戏吧？没有。刘先生，那我不得不说啊，如果你喜欢演戏的话，那我建议你呢，回到家以后再演。我们这里是求职的现场，不是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当然了，如果要是没有，那麻烦您啊，还得帮我们继续的完成这次节目的录制，好吧？行，来，慢慢的起来啊。这样，哎呦，来，你先坐在这儿休息一下，好吧？哎呀，刘先生啊，这什么啊？哟，刘先生的道具啊，还是挺重。好了，那我们给刘先生一点时间，让他接着演啊，不是，接着缓一缓，好吧？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正常往下进行，我们接回上一次的话题。刘先生，你真的在法国待过吗？我确实在法国待过，你们相信我。哎，刘先生，不要激动，我没有怀疑你的学历。杨总，那他的法语怎么样呢？我呢，从他简历上看到他学习的是高端社会学，所以我刚刚问了他一些法国社会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好像都回答不上来，所以我觉得他的法语不太行。我可是过了法国顶尖的语言测试，我法语怎么可能有问题上他！刘先生，你有真的在国外念过书吗？我没有在国外念过书，那我的毕业证哪来的？哦，看来刘先生的嘴巴还是很硬，依然啊对自己的学历很是自信。请问你的雅思多少分？这个跟求职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其实我呢也是在国内申请到了墨菲斯的留学。你是在哪个学院？我是本部的。
什么本部啊？我们学院分5、6个不同的学院，你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呀？我是硕士，跟本科生待的地方都不一样。那你学校附近的地名应该记得吧？哎，这个应该是的。那些细微的东西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上网查呀。现在网上什么东西都有。真是可笑，我只是想通过淡泊名利、谦逊有卑，获得大家对我学术成果的重视，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你们这副小人嘴脸。刘先生，我看你的简历有3个专业，哪3个呀？基础材料学、高端社会学、现代化学。哦，那你读这个社会学专业读了几年呢？1年。1年？这么快吗？是课程少？也不算少。那你的这个社会学专业分哪些？有哪些课程？社会学主要是研究一些理论知识，还有社会实践。那你是怎么研究的？能给我说说看吗？社会学包含这么多东西，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你说不完，你来这儿干什么呢？我是来求职的，不是来讨论学术问题的。哦，那你知道，你既然是来求职的，那是不是我们问什么，你就必须回答什么呀？我现在不想回答问题。主持人，我觉得像这样的求职人员，我们没有必要再进行下去。我也没说什么，我坚持自己的观点都不行吗？哎，好了，两位都冷静一下，好吧？哎，陆克，我们的工作人员回来了，来，鉴定结果怎么样？主持人，经过我们的核验，刘良同学的学历真实有效。经过我们的核验，刘良同学的学历真实有效。我早就说过，我的学历没有问题。对了，杨总，您刚才还在说他这个毕业那个颜色不太一样，是不一样，但是经过多年的时间过去，可能毕业证会有一些变化，不如把他毕业证给我看一下。刘先生，可以吗？来，这个确实是墨菲斯的毕业证书，但是他不是我们学院的。不是，我不是已经证明我的学历是真的了吗？ Shut up， 刘先生，让我们的杨总继续说，好吧？想必大家也知道，其实在我们国内有很多挂着高等学院名字的大学在对外招生，比如说京海联合大学。哦，那我明白了，也就是专科嘛。那这个在我们国内到处都有的啊。也不是说专科了，国外跟我们国内那肯定还是有差别的。这个呢，应该是挂靠在墨菲斯大学下面的附属学校。我的学院根本就不是什么挂靠的。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大使馆。Shut up， 刘先生，我现在在问杨总。那杨总，他的毕业证是真的？是真的。含金量怎么样？这个跟我们国内的职高差不多。中专生。中专生。你们宁愿相信一个他，也不愿意相信我。哎，停！不好意思，主持人，我再打断一下。我现在十分肯定，我们这位爱表演的刘先生，学历造假。哦，现在这个社会啊，有好多人都喜欢拿着国内的不值钱的学历来国内混，这种人我见多了。够了！怎么恼羞成怒了？刚刚还文质彬彬，现在怎么换了一个人？哎呦，杨总，这还看不出来吗？原形毕露了，就是你们这种人，弄点带水分的学历啊，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学历的人才。你们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吗？我包装自己，只要5000块钱的工资吗？谁知道你是不是想靠这个节目火呀？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网红？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而我的公司呢，从来就不招聘高学历的人才。哪怕今天你的学历有1%是真的，我也不会招聘你。
为的就是杜绝你这样的人存在。所以你的公司不是世界500强？不对，你的公司连国内500强都算不上。这话是什么意思？话里话外。好了，刘先生，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进行所谓的打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这对你不好啊，当然对我也不好。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都能够以诚相待。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说谎？我没有说谎。至于法语问题，我倒怀疑他的学历有问题，不然不可能连法语都说不清楚。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敢当众质疑杨总学历的。估计呀，他就是想靠我们这个节目成名，把自己包装成像网红那种人物。什么网红？小丑而已。好了好了，大家冷静一下，感谢大家为我发声哈。但是大家别忘了，我们这是一档求职类的节目。哎，杨总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呢就是一档求职节目，我们呢还是回归主题吧，好吧？好，那刘先生，那距离这个投票环节呢还有10分钟啊，你是想走还是要继续进行节目的录制呢？当然继续。我要是走了，不就等于坐实了我的造假头衔了吗？哇哦，看来刘先生呢勇气还真是可嘉啊。好，那我们继续。刘先生，您刚才也说了啊，你是这个搞技术研发的，对吧？那我们能看一下你的研发成果吗？可以。好了，我们等一下。这个是我研究的新能源电池，只需要拇指盖那么大小，就能满足一家人1年的生活用电。看什么呢，小李？总裁，没什么，就是一这场打假节目而已。你等等，这冷聚变电池设计图纸，冷聚变电池设计图纸。总裁，这是什么？这是种用核聚变反应制造能源的新型电池技术，一旦研发成功，它将会彻底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甚至可以主宰全球的局面。这怎么可能啊？他如果这么厉害，还会被打假吗？哎呀，你懂个屁呀！他们在这有眼如珠，你赶紧掉头，务必在1小时之内送我回去。哎，唐总，咱们现在还在国外呢，这回国的话，怎么着也得2个小时才行啊。2个小时？那等我回去，黄瓜菜不都凉了吗？你赶紧给我女儿发一份，我现在给她打电话。喂，爸。你赶快打开文件看看。怎么了，爸？哎呀，你别废话了，赶紧打开看看吧。刘老师。少爷，你认识啊？当然认识了，他就是我跟您说过的天才导师刘良。前段时间听说他回国了，没想到上了国内的求职节目。好。哎呀，少爷啊，你的这位导师可真的不简单呐，他居然研发了冷聚变电池啊！你现在啊，赶紧赶往节目现场，无论付出任何的代价，把人给我带回来。知道了，爸。备车，10分钟之内务必赶到这里。是。那个刘先生啊，你确定啊？就这么一块小小的电池，它就能够这个带动一家人1年的用电量？当然可以，要不然我来这做什么？陪你们唠嗑吗？哎，你别说啊，画的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的。刘先生啊，你不做画家真的是太可惜了。小刚老师，我觉得您不去说相声，也挺可惜的。哎，好了啊，我们不说了。现在呢，这个刘先生，能把这张图纸借我看一下吧？哦，这画的我是看不懂。哎，对了，那个来，你们能看懂吗？这有什么可厉害的呀？这不就是一些电路图纸里的东西吗？
这是反应堆。我记得你是要应聘新能源工程师。陈总，您也是做新能源的，不如您考一考刘先生。刘先生，你是学能源的，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什么是 EV， 什么是 PHEV？ 我不清楚你说的这些，我跟你不是一个专业的。好，那不是你不是刚才说的电池吗？我的电池和你的电池完全不一样。你不是刚才说的电池吗？我的电池和你的电池完全不一样。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做新能源汽车呢，做的就是纯电汽车，而 PHEV 指的是插电式混动车。这两者……好了，不用说，你们这个新能源电车技术，我完全看不上。你还瞧不上了？我的技术比你们这个新能源技术高出一个数量级，那是文明级别的差别。都一样，我们都是做材料的，左手看趋势，右手看市场。我根本就不看什么市场，国家需要什么，我就造什么。哟，看来啊，刘先生还是一位爱国人士呢。难道爱自己的祖国也有错？小刚老师，难道您不爱自己的祖国？那个，刘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可不是一个玩笑。好了，那个刘先生，我们不说这个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往下继续，好吧？那个刘先生啊，刚才你也说了啊，就这个电池，它呢就能够负担起一家人1年的电费啊，所以我不得不再质疑了你这句话的真实性。那这样吧，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能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吗？这种电池采用的是冷聚变技术，简单来说是通过特殊的……等等，你说你这个是冷聚变？冷聚变？对，是冷聚变啊。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冷聚变这项技术上个月刚在国外宣传，目前呢处于理论的实验阶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了解透彻了？请问您说的国外是在哪里？法国。我有幸在法国参加过一场国际能源的沙龙会议，其中就提到了如何实现在低温条件下的核聚变反应。这种技术呢，其实就是在极度的低温情况下，让氘和氚产生聚变反应。我根本没参加过什么沙龙，但这项技术确实是我的出处，也是由我亲自主导。他亲自主导，真能吹啊！刘先生，您说你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那我想要请问你，你在法国哪一个实验室待过呢？跟你说了，你知道在哪吗？你不告诉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你知不知道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我是老板，我需要了解员工的每一个细节。别以为是老板就可以高高在上，你懂核聚变技术吗？你连法语都说不清楚，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有没有用？你先说。我说不说你管得着吗？太奇怪了，主持人，我有一个要求。您说。今天要么他走，要么我留。你想走，随时都可以走，反正这里的老板也不差你一个。厉害厉害厉害！真厉害啊！口气可不小啊，你这小伙子。哎，好了，两位啊，都冷静一点，好不好？啊，那个杨总啊，现在毕竟是直播的现场，哎，有什么事儿的话，咱们还是下播后再说，好吧？好了，那个刘先生啊，既然你也说了，你是在法国学成的一名技术研发人员，那想必呢，法国开出的条件应该是很好的吧？是很好。那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回国呢？因为我要回来报效祖国。哎呀，看来刘先生呢是一位真正的为国为民的科学家啊！那让我们把掌声来送给刘先生啊！哇，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啊！那这样吧，我问大家啊，大家是不是对刘先生有什么意见呢？来，工作人员递上一个话筒。现在很多人打着爱国的幌子进行道德绑架，我们真的怕了。对的。而且啊，
他的学历真假都是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连学历都没有办法让我们信服的话，那他是真的爱国吗？对呀，说的太好了啊！好，我没有说谎。哎，好了，刘先生啊，先等一等，你让观众呢把话说完，好不好？那你们觉得啊，他的技术是真的吗？我觉得不可能是真的。一个连法语都讲不清楚的留学生，我们很难相信他是冷聚变理论的发起者。法语都讲不清楚吗？他怎么会知道吗？好了，刘先生，刚才呢你也听到观众的话音了啊。那我现在呢就问一下，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你质疑我可以，但你不能质疑我设计的图纸。就刘先生，你觉得这个图纸你认为是真的？正好我在法国认识一名专家，如果我把他请到现场验证一下，刘先生应该不介意吧？哎，杨总，您刚才说的您那个朋友专家是核聚变专家？是的，我的这名朋友他正好是法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哦，那就麻烦杨总呢给你那个朋友打一个电话，让他赶到咱们的现场来一趟。没有问题，谢谢啊。Hi, Mr. Smith, I'm Yang Yi。哦，杨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啊，是这样的，史密斯先生，我听说法国有人研究出了冷聚变技术，请问这是真的吗？你说这个事儿啊，确实是真的。难道会真的是他吗？那我能问问，这个是谁研究出来的？这是谁的专利？当然可以，是我这边的人出的专利。不过他已经回国了，想必现在在那边混得不错吧？有人啊，在我们节目上大声地说这项专利是他的，并且还拿出了图纸啊！不可能，这项技术没有任何人能画出来。大家看到了吧？史密斯先生说这不可能。这个人我认识，是我们墨菲斯学院的教授。之前他想收购我的技术，但是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没有同意。什么？你说你认识这位朋友？开什么玩笑！我的这位专家朋友我都很少见到他，你怎么可能认识他呀？这话是什么？说你认识这位朋友？开什么玩笑！我的这位专家朋友我都很少见到他，你怎么可能认识他呀？这话是什么？史密斯先生已经乘坐私人飞机赶往我们演播厅，他说他要打假。好，这个节目组真是越来越过分了，居然敢联合起来欺负我的导师！这里到现场还有多久？大概还需要20分钟。20分钟，来不及了，赶紧上车。刘先生，现在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我没什么想说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主持人，我提一个问题，虽然新能源行业我不是太懂，但是物理学啊我也学过。我们都知道核聚变它是靠发热而发电的，它这个冷聚变它发电模式是怎么样的？图纸就在这摆着，看不懂吗？是，我是看不懂，所以才问你。问了就一定能懂？刘先生，你觉得你这个态度将来到公司会得到老板的赏识吗？如果一个公司的领导在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就随意否定他人的成果，就算你做得再好，也不会获得任何人的赏识。刘先生，我可不可以认为你刚刚的这些话是在说我们不懂装懂喽？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主持人，我觉得节目录到这份上，已经基本上差不多了吧？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来进行投票环节吧，可以吗？主持人，直接进入投票环节吧。好，那我们现在呢，
就继续2轮的投票环节，一轮是企业投票，另一轮就是观众投票。刘先生，没意见？可以。好，我们首先呢来进行企业投票啊，来开始，3、2、1，停！来看结果，哇哦，才对呀，这就有点尴尬了。来，我们这个要进行第2轮的投票了啊。就是观众投票，来，观众朋友们，请拿起你们手中旁边的打分器，来，开始，还是倒数3个数，3、2、1，停！看结果，还是 D。刘先生，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没什么想说的。我想也是啊，因为节目进行到现在呢，说实话，你已经被淘汰。不过我这个人呢，还是希望呢再给你一次机会。当然了，如果你跟大家道个歉，并且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妥，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是可以进行的。我凭什么道歉？我哪里做错了吗？因为你造假，你说谎。你们有证据吗？没证据就给我闭嘴。那看来你还是坚持你没有撒谎是吧？没错，是他们污蔑我。行了，既然刘先生呢对此有异议，那我们就等专家来了再说。杨总，还有多久？专家马上就到。刘教授，刘教授，哎呀，小陈儿，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进来之前先敲门。你看你这，对不起，龙教授，我不是故意的。什么事？赶快说。龙老，您上次让我找到人，我找到了。不过什么？这混账东西！好好的一个物理学天才，竟被他们这样羞辱。小陈，赶快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跟我去到节目现场。走。跟我去到节目现场。走。好了，大家冷静一点啊！我们请来的特约嘉宾来了，好，让我们有请法国的教授埃文·史密斯先生。Hello， 史密斯先生，你好，主持人。你好，能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埃文·史密斯，来自法国的墨菲斯学院，现任学院的科学老师以及文化老师。听说您也是搞核物理的啊？是的。哎呦，那巧了，正好呢，我这儿有一位求职者，他呀也是搞核物理的，叫刘良，就是声称有我们冷聚变技术的年轻人吗？没错啊，对，就是这位刘先生。好，你好，刘。你好。我们这位刘先生脾气还挺倔。史密斯教授啊，我们这位求职者他性格呢就是这样，您别介意啊。我不介意啊。对了，这位刘先生说了啊，这个冷聚变技术呢是他一手指导并且完成的，而且呢他手里面呢还有一张技术图纸。您要不要看一下？来，给我看看。那个史密斯教授，这张图纸是真的吗？抱歉，这个图纸我看不懂。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是冷聚变研究的发起人呢？民间科技啊，就是不一样，连史密斯这样的教授都看不懂他的设计图。刘先生，我们的时间呢是很宝贵的，这样吧，只要你肯认个错，我可以保证啊，在这里所有的人没有为难你的。让我道歉，不可能。好，刘先生啊，我可是给过你机会。各位老板啊，如果你们觉得刘先生还需要一个机会的话，可以举手，有吗？如果有的话啊，请举手。刘，他们不赏识你，我说过了，
你们是人情社会，跟我回国，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这就是你的目的？刘，别生气，我只是让你看清现实而已。看来呀，各位老板呢，对我们的刘先生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哎呀，刘先生，你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在座的各位老板，能力不一定很出彩，但心胸一定很狭窄。这样的人，做不出一个大企业。看来刘先生还是觉得自己的技术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智。没错，有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人。而且这个人马上就要在舞台上被赶下去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笑了啊。那刘先生啊，很遗憾被淘汰了，请你马上下去。稍等一下，谁说刘的技术有问题？史密斯教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史密斯教授，你不是说你看不懂他的图纸吗？看不懂不代表刘的作品有问题，相反，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发明。史密斯先生，您没开玩笑吧？他就是墨菲斯旗下的一个培训生，怎么能搞出这种跨世纪的发明呢？刘是校外培训生，什么意思？啊，那个什么意思，教授？是这样的，是您的朋友杨总，他呢也是墨菲斯学院的，是他说的，这位刘先生呢是你们这个院校旗下的培训生。胡说八道！我们墨菲斯学院从来就没有任何校外培训机构。史密斯先生，您的意思是？刘的确是冷聚变实验的发起者，他也的确是墨菲斯学院的留学生。他真是墨菲斯学院的留学生？难道他真的是为了报效祖国才回的国？史密斯，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刘，你别把我想得太坏，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伟大的天才被一群蠢蛋来đánh倒。杨总，你能出来解释一下？史密斯先生，这中间可能有什么误会。这个老家伙怎么回事？他不是说来打假的吗？误会，杨小姐，听说您是墨菲斯学院的留学生，怎么没听你向我提起过？史密斯先生，我确实是墨菲斯的留学生。那你的学籍号和授课老师是谁？学籍号因为时间太久了，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授课教授是威尔逊先生。对，威尔逊是法国古雷斯学院的客座导师，他早在10年前就已经离职。刘说的没错，威尔逊确实是古雷斯学院的老师。这么说来，杨，你不是我们墨菲斯学院的留学生？大家都听到了，到底谁才是骗子？谁的学历是假的？你想干什么？我要你为之前的行为道歉。刘先生，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呢，咱毕竟现在还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之前不是直播吗？小康老师，你们要脸，难道我就不要脸了吗？现在立刻道歉！我们一堆老板，凭什么给你道歉啊？刘，你已经看见了，他们根本就不配拥有你的新能源技术。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条件依旧。好啊，我知道了，还要将他的技术卖给外国人。大家看到了吧？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谁是卖国贼？你不卖国，你怎么会将你的技术卖给史密斯先生？某些人嘴里说着只要5000块钱的月薪，但是心里这个算盘打的可是响得很。我要多少钱跟你有什么关系？而且这是我的技术，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是，这技术是你的，所以你才要卖掉它。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咱们这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为了钱要出卖自己的国家。卖国贼！卖国贼！卖国贼！滚出我们的国家！刘，你看，他们接受不了你。你们没资格骂我是卖国贼。请问你们听到我要把技术出售吗？你们看到我拿了他1分钱吗？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想要报效祖国的留学生吗？如果你真的想要报效祖国，那么你将该将你的技术无偿的捐献给陈总他们的新能源公司。什么？如果您答应把这技术无偿捐赠出来，那么以后我们公司你配吗？你说什么？我说你配吗？
就你们这些利欲熏心的企业家，也配让我免费把技术送给你们？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么努力的赚钱，那是为了龙国的经济发展。你没有看到我们有多辛苦吗？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辛苦，我们才能推动龙国的经济。那么说起来，你们比我还要爱国。没错，我们就是很爱国。我们这些生意人赚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我们的龙国能够经济繁荣昌盛吗？不就是为了我们的龙国能够经济繁荣昌盛吗？而你呢？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爱国，那我怎么不见你把自己的东西捐献出来呢？没错，刘先生，如果你愿意呢，把你的技术免费拿出来的话，我相信啊，全国的老百姓都会感激你的。行，我答应你们。不过这项技术还差最后的实验阶段，谁愿意出钱让我把技术做完，我就免费送你。刘先生，不就是钱吗？我有的是钱啊！来，你说一个数，多少钱？100亿。什么？100亿？你疯了吧？你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钱？100亿。什么？100亿？你疯了吧？你怎么会需要这么多钱？我纠正一下，不是我要这么多钱，而是这项技术想要完成就得砸这么多钱。我本人只要5000块钱的样子。怎么，一个个变哑巴了？刚才不是很爱国吗？要是真爱国，就把这100亿拿出来，让我把这实验做完。要是真的爱国的话，你就应该把这项技术做完，然后免费公布给大家。你说这话要脸不？要不我把冷聚变电池做出来，再送你们1人1块。你用什么口气跟我们说话呢？就你这种人，也配让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你配吗？大家看到了，他口口声声说爱国，结果不愿意将这份技术免费公布给大家。我看他呀，就是一个骗子，是个卖国贼。他今天要是不把这技术免费公布出来，他就甭想走。对，不能让他走。他要是走了，这技术就流到国外了。对，就是。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刘先生，我劝你呢，还是把你的技术拿出来。你也看到了啊，现在关注的情绪特别的高，人也特别的多，不然的话，真的很难保证你个人的安危啊。您就是这样对待一个归国报效祖国的科学家吗？我管你是谁，今天必须把东西交出来！狗屁的科学家，我看你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混蛋！狗屁的科学家，我看你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混蛋！就是个混蛋，今天不能让他走，非把东西交出来！ Monsieur Léo, tant que vous promenez de me suivre, quand pour venir vous chercher. Désolé, Mr. Smith, je regrette trop. 大家看到了吧？他这位刘先生已经决定将这份技术卖给史密斯先生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少在这血口喷人！我已经看到你们用法语在交流了，你别想抵赖。对，把这个卖国贼给我抓起来！把呢？抓起来，好好穿帮的！抓起来，抓起来！住手！我看谁敢动我老师。少仪，导师，你真是不够意思，怎么偷偷回国都不告诉我一声？我这是怕大家担心吧，所以没通知你们。这些都是……导师，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国际巨兔能源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唐少仪。什么？唐家千金？这巨图能源可是世界500强靠前企业，对我们节目组都有投资，他也过来拉拢他。不好意思，史密斯先生，我的导师今天怕是不能跟你走了。你也是来拉拢刘的吗？拉拢？不，我是来资助导师的，我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老师，你愿意跟我走吗？不好意思，史密斯先生。老师，你愿意跟我走吗？不好意思，史密斯先生。哎，我记得唐氏集团的掌门人唐乾5年前就移居国外，你要是跟他走的话，你就报效不了你的祖国了。哦，原来是外国人。你今天要是跟他走的话，
你还是卖国贼！你要干什么？你凭什么打我？我看你不顺眼，我打你怎么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质疑我老师的学历？你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报警？你报一个试试啊！你包装身份，伪造学历，哪一条不够你蹲个1年的？不要胡说八道啊！你没有证据，你不要在这跟我乱说话。连史密斯先生都不承认你是他学院的学生，你还有什么理由狡辩呢？把东西给我。杨怡，女，30岁，原名杨初杏，大宝富阳人，从小家境贫寒，自小被父母抛弃后，在熟人介绍下结过2次婚，流过3次产，然后又在朋友的介绍下花高价进入名媛会所，进行所谓的名媛进修，名下资产只有20万，有一家挂名的皮包公司。你胡说八道，胡说八道都是假的，假的，假的！要不我给你找几个2个前任过来跟你对峙一下，还是让警察来查一查你做了哪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呢？到底要干什么？我只要你给我老师道歉。对不起，刘先生。免了，我不接受任何人的道歉。听见了吗？我老师不接受你的道歉。来人呢，把他带下去。放开我！你干什么？这些都是伪造的！放开我！你伪造学历，捣乱节目现场，我们有权利将你移交至执法局。都是假的！放开我！放开我！也没有办法。还有你们，我的老师是全校乃至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系天才，光专利就有1000多项，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老师指手画脚？这个唐小姐，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误会？全节目组就属你对我老师误会最深。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巨图集团撤销对直来直往节目一切投资。唐总，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你这个时候要是撤资的话，那我的老板不得杀了我呀，是吧？你该道歉的人是他，而不是我。刘先生，不是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啊，我们刚才都错了，我嘴贱，我长嘴行吗？哎，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接受任何人的道歉。那节目组怎么办呀？像这种不尊重求职者的节目，关了也挺好的。我们都已经道歉了，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那是现在，你们之前是怎么对我的？一个个骂我是卖国贼。那你也不能把这技术给外国人。给外国人怎么了？那你就是卖国贼。陈总，你貌似忘了，这项技术是我发明，我想给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是要走啊？是。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们刚才我导师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让你们捐100亿来做试验，你们却用爱国的借口来对他进行裹挟，想空手套白狼。从现在开始，我刘良正式加入巨图能源。恭喜你，导师，欢迎加入巨图集团。谢谢。老师，我们走吧。一群蠢物！哎，主持人，那我们现在还继续播吗？播个屁播！估计现在啊，咱们都成了全国人民的笑话了，还播？主持人，那我们可以走了吗？走？往哪儿走？居然是科学院的院士龙教授，他怎么来了？难道也是因为那个姓刘的？龙教授，蠢货！刘先生呢？他在哪儿？说话！那个龙教授，刘先生已经走了。走了？跟谁走的？就跟那个巨图集团他娘千金走了。什么？龙教授，龙教授！蠢货！你们一群蠢货！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这是在把国家的栋梁往外逼呀！对不起，龙教授，我错了。龙教授，我们哪知道他有这本事？闭嘴！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把刘先生请回来，你们就是龙国的罪人！别想在龙国继续做生意。
什么？快去呀！刘先生，我给你们问，给我进去！快点开车！开车！怎么了，老师？你舍不得了？没关系，你要是后悔的话，我也不会怪你的。没有，只是有些感慨而已。走吧。刘先生，请等一等！你们起开！我们要见刘先生！你们起开！我们要见刘先生！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管你们是谁，知道那是谁吗？那是唐氏千金，这里是唐氏专机的私人登机口。就你们也想捣乱？完了，全完了！据报道，某企业高管因涉嫌破坏国家机密罪被执法机关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展中。丫头，你感觉刘良怎么样啊？爸，您说什么呢？哎呀，我说丫头啊，我是问你呀，最近刘良的状态怎么样？他可是咱们公司的宝贝呀，咱可不能把他累着了。你看你都想哪儿去了？我没想什么。唐总，刘良，你今天是破了天荒了呀？主动来找我来了，是不是实验室缺钱了呀？不是，唐总，我想回国了。唐总，对不起，我始终忘不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家。起来吧，你不用对不起，你做的没错。起来吧，你不用对不起，你做的没错。不过我有个请求。您说。少宇这孩子一直都喜欢你，所以我请你照顾好他。好。我终于回来了。